这个男人是个恶霸，不仅在光天化日下调戏妇女，还经常偷情。别人做这种事都是怕怀上孩子，他倒好，明目张胆地对人家说：“你要是能生一个，我就给你2000块。”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那个时代的女人常常被男人们买卖，没有丝毫人权，而男人买她们的目的只有2个。一是泄欲，二是传宗接代。更过分的是，那些生不出孩子的女人，不仅要遭受村里人的冷言冷语，还要被丈夫欺辱。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这是比死还难受的事情。杏花是个俏姑娘，颇有姿色。恶霸旺来花了足足5000块钱才将她买到手。然而结婚已经几年了，杏花却一直没有怀上娃。为了要上孩子，旺来在城里买了一堆药，天天逼着杏花喝。然而天不遂人愿，杏花始终都没有。为此，他特意跑去山上拜佛求子，正巧碰到上山种树的福林。福林是个知识青年，他告诉杏花，这里不是什么庙宇，是个古人留下的敌楼，已经被钦定为千年文化遗产。杏花这才明白，拜了许久的菩萨根本没用。村里的闲言碎语也传开了，在他们眼里，女人生不出孩子是不可饶恕的罪责。旺来渐渐气不打一处来，因为一点小事就对杏花又打又骂。杏花一声不吭，他也明白错在自己，默默忍受这一切。别看旺来是个糙汉子，文化水平不高，但却十分有头脑。他号召村里人到长城脚下挖石头，一块几毛钱的砖，他拖车到城里，转手就卖1块多，一天下来他能赚几百块。其他人虽然有怨言，但却无力反抗，因为只有旺来一家有拖拉机。他就这样靠投机倒把发家致富，还开了一家杂货店。他依旧使用坑蒙诈骗的伎俩，不仅卖东西缺斤短两，还在酱油醋里兑水。杏花对此很不满意，但慑于旺来的淫威，不敢表露出来，终日忍气吞声的混日子。村里的知识青年福林来找旺来，旺来热情地招待了他，他让福林跟自己干，保证腰包赚得鼓鼓的。福林认为长城的石块终究会挖完的，到时候又该怎么办呢？一听这话，旺来来了脾气，语气里满是对福林的鄙夷。他问福林，眼下你是什么样子，我又是什么样子？福林有求于旺来，没有反驳。他想借旺来的拖拉机运一些树苗，旺来却假装面露难色，说自己的车费油1里路就要好几毛钱。福林这个一穷二白的知识青年根本掏不出钱来。旺来提出个条件，那就是让他去和杏花一起下地干活。福林爽快答应，杏花就这样认识了福林。福林说话轻声细语，是个温文尔雅的人。在杏花眼中，福林不知道比那个只知道打骂他的旺来好上多少倍。一来二去，杏花对福林暗生情愫。一心扑在钱上的旺来还不知道头顶马上有绿帽子戴了。这个开心数钱的男人头顶已经绿油油一片，因为他的老婆已经背着他和别人搞在了一起。这天夏天雾浓的杏花和福林遭遇大雨，赶紧躲进山洞里避雨。杏花的衣服湿透，身材轮廓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，好身材若隐若现。福林直接看呆，奶出仙气的果然都是女人。杏花回头，纯素颜的她既性感又温柔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心意相通。洞外大雨滂沱，洞内打得火热。这时的旺来却沉迷着挖宝，因为之前有人在敌楼那里挖出了一块奇异的石头，村里有人传说那敌楼底下埋着无数的金银财宝。作为村霸的旺来自然不会放过，他找来村里位高权重的老人喝酒，拐弯抹角地询问敌楼的事。老人自信满满，确定那里确实藏着宝贝。第二天，旺来就鼓动村里的农民和他一起去挖宝，一群人忙得热火朝天。旺来绑上红腰带，带着村民们就要动手。村里的老人在看到这一幕后，怒气冲冲地跑了过来，指着旺来的鼻子就是一顿骂。敌楼可是国家钦点的文物，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，谁要是挖了，谁要被抓去坐牢。旺来已经财迷心窍，哪里顾得上这个？将老人支开后，一群人声势浩大，挥动锄头，1000年的文物顷刻成了贪欲下的冤魂。这些日子，旺来一门心思扑在宝物上，也就冷落了杏花。杏花难得清闲，做饭时她突然感觉一阵恶心，才发现自己怀孕了。跟旺来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怀孕，看来是丈夫不行，这孩子肯定是福林的。于是带着好酒好菜对福林敞开心声，还搂着福林说自己想离开旺来，和他一起过日子。福林怂了，如果杏花真和旺来离婚，跟了自己，以旺来的脾气，自己肯定吃不了兜着走。胆小的福林终究不敢答应杏花，他哭着说自己太穷，给不了杏花想要的幸福，用这种拙劣的借口请求杏花原谅。杏花伤心落泪，终究没说有了他的孩子。原本以为找到依靠的他，只能失望地离开了这里。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杏花和福林的关系渐渐被村子里的人知道，闲言碎语流传开来，也就传到了旺来的耳朵里。旺来一听，怒火中烧，绿帽子戴在头上，任谁都不能忍，而且对方还是他正眼都不瞧的穷书生福林，气得他将帽子扔在地上。
随后纠结了一帮人，连夜找到福林种的树林，将新生的幼苗全部砍断。福林急得不行，他想阻拦，旺来一把揪住他，质问他：亏你还是个知识青年，背地里却勾引别人的老婆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旺来说的句句戳心，福林自知理亏，不敢吭声，任由旺来毒打。撒完气后，旺来带人离开了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两人很快臭名远扬。杏花鼓起勇气找到福林，希望他能带自己离开。可懦弱的福林更在乎自己的树苗，杏花彻底绝望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当一个男人不能让妻子怀孕时，无论他妻子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，他都高兴。这是真的，如果理解不了，说明你还没到那个阶段，或者没有这样的经历。看看这个男人跪在地上抚摸着妻子的肚皮，妻子怀孕，然而里面的孩子却不是他的种，但男人并不介意，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孩子而已，是谁的他无所谓。挖宝的过程还在继续，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，他们终于挖到了一个宝贝。当雷电划过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看清那不是宝贝，而是一颗骷髅头。众人惊得魂飞魄散，旺来也惊慌失措地跑回家。看到沉默的杏花，想起村里的流言蜚语，气不打一处来的他，将所有怒火全都撒在了杏花的身上。杏花护住肚子，任打任骂，实在忍不下去，冷冷地站起来，说了4个字：我怀孕了。旺来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，他先是一脸震惊，紧接着欣喜若狂，自己终于有后了，不用再受村里人的非议了。然而这时杏花却冷不丁地说：不是你的，是他的。旺来愣住了，他明白杏花的意思，如果杏花能怀孕的话，那么问题就出在自己身上。旺来丢掉了自己的尊严，他跪着祈求杏花一定要保住孩子，只要他不说，就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是福林的，只要村里人不再说闲话，是不是他的种也无所谓了。说完，旺来疯疯癫癫地跑到屋外，外面的大雨落在旺来身上，旺来边跑边喊：我有后了。结果乐极生悲，跑到敌楼的旺来在一片雷声中被敌楼压垮。成了寡妇的杏花带着肚子里的孩子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伤心地。在旧社会里，女人被当作生育机器，衡量一个女人的标准也是她能不能生孩子。即便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也存在这个问题，可是现代社会有人会主持公道，在旧社会不但不会有人主持公道，还会对人背后议论。言语是最伤人的利器，哪怕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旺来，也害怕村里人说他无后。他宁愿忍着屈辱承认福林的孩子，也要让杏花生下来，因为这样能堵住村里人的嘴。可悲可叹。本期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